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春节前夕，我被通知裁员了。当初一起创业的老板瞪着眼睛对我说：“程序员千万，你的活谁都能干。”后来项目崩溃了，老板也崩溃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会议室里，人事小王犹豫了半晌，艰难开口：“很抱歉，公司有人员调整，你被裁员了。门卡现在就可以留下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公司了。”我一脸懵逼，本以为是要发什么春节礼品，没想到是裁员大礼包。2年前，张超一脸兴奋跟我讲着他想要做一个 AI 训练软件，在这里可以把虚拟人物训练成任何你想要的人，已逝的家人、明星、前任，任何人都可以以 AI 的形式存在于你的手机里。本该回家继承家业的我，对他的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靠着他最初的想法，我一手将梦想岛搭建了出来。无数个通宵的夜晚，架构、写代码、做测试。这2年我感觉头发都少了一半。好在梦想岛一经上市，一炮而红。可张超也从最开始那个真诚有热情的创业者，变成了一个符合刻板印象的油腻老板。我缓了一下情绪，推开了老板办公室的门。张超正坐在沙发上品着茶，看上去好不惬意。见我进来，他抬了抬眼皮：“来得正好，刚煮好的茶，尝尝。”他敲着2郎腿，姿势舒展，鼓起的啤酒肚撑得连裤腰都往下挪了几分。我黑着脸把裁员通知扔在了茶几上。什么意思？张超挑了挑眉，拿起那张纸，装模作样的看了半天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每个公司都在降本增效啊，这不是给 N+1 了吗？怎么赔偿不够？我冷哼一声，公司业绩连年翻倍，你跟我说要降本增效？梦想岛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，我是核心员工，你说裁就裁。听到我后半句话，张超把裁员通知狠狠拍在桌面上，声音提高了好几度。梦想岛是我的想法，你不过是一颗执行的螺丝钉罢了。核心，公司的核心只有我一个人，想法才是核心。程序员千万，你的活谁都能干。这2年，他作为老板，实际上只提供了最初期的想法。公司所有人都知道梦想岛是我做出来的，很多核心功能也来自我的想法。同事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开始逐渐把我当成主心骨。经历了项目爆红后，张超的心态变了，他不把精力放在业务上，反而开始端起了大老板的架子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我把他当成伙伴，而他只不过把我当成一颗谁都能替代的螺丝钉。现在这颗小小的螺丝在公司比他更受员工重视，他当然要除掉我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周围的同事都围了过来。江神，这是怎么了？提前休春节假期吗？同为软件开发岗的周琦挥了挥手：“别胡说，江神怎么可能提前休？梦想岛除夕夜要上线新功能，大小事情都得江神解决呢。”我刚想开口，一道不满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大小事情都要靠江红。”意思我这个老板是吃闲饭的。大家看到张超过来，立马作鸟兽散。周琦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回工位，压低了身子，降低存在感。张超走过来，看着我收拾出来的2大箱东西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被裁掉了也别上火，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。”我沉默着继续收拾，周围同事瞪大了眼睛，更有甚者发出了一声震惊的啊！张超皱着眉扫视了一圈，剜了出声的同事一眼，转过头来看着我：“
脸上虽然带着客气的笑，眼底却流露出隐藏不住的嘲讽。年后要是找不到工作的话，就再回来，咱都一家人，实在不行给你个饭碗还是没问题的。同事们面面相觑，我不动声色地扒拉掉他还扣在我肩膀上的手。张总说笑了，我跟您可不是一家人。周琦偷偷在小群里发了条消息，我靠，江神出去以后工资至少能翻3倍。张胖子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下面很快有其他同事回复，是，咱根本找不到像江神这样的大拿了。人事小王也在群里说道，江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，五险一金需要代缴的话我能帮上忙。对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开口，咱跟张胖子不是一家人，但跟江神是一家。我在群里发了个笑脸，这2年来虽然看错了张超，但这些同事还是让我心里暖融融的。周琦，江红的活你先接着，源代码后台都有，也没什么可交接的了吧？张超大手一挥，临时指定了交接人。周琦诧异地抬起头，脸色更白了。老板，梦想岛的核心功能都是江神，不，江哥自己写的，业务逻辑只有他知道，别说不交接，就是交接1个月我也接不下来呀。张超皱着眉拍了一下桌子，什么都是江红做的，那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我给你开工资是给你养老的。周琦愣了一下，委屈曲变地解道，我负责的是其他附属功能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分工的。他的辩解在张超眼里就是顶撞。张超没好气地打断了他，你就说你能不能接，不能接你跟他一起滚犊子。无奈之下，周琦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。我带着被裁的消息回了家，家里人都乐坏了。太好了，阿红，果然新年喜事多，咱俩交接一下，你来当博飞副总吧。我姐江兰一脸兴奋，就差没高兴地跳起来了。我爸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排骨，满脸喜气。阿红啊，你这2年又能吃苦又能加班，我和你姐都看在眼里，博飞就需要你这样的卷王。别听你姐的，咱不当副总，我这个老总位置给你。是啊，我妈也在一旁帮腔，假装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。我命苦啊，当了一辈子贵妇，苦苦盼着你爸退休带我环游世界呢。我无奈扶额。博飞是我爸一手创立的企业，如今市值已经几10亿了。记得小时候，爸妈还因为到底要把公司交到我和我姐谁的手里而发愁，他们怕一碗水端不平，另一个孩子会伤心。没想到我和我姐长大后，谁也不想当继承人。我是技术脑，完全不想做管理，只想用代码构建完美世界。我姐管理能力一流，但热爱音乐，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个18线女歌手。她说顶流歌手不自由，18线刚刚好。而我爸还没到退休的年纪，就每天都幻想着退休后的生活，天天回家给我妈画饼，说退休后要带她去环游世界。后来我去了张超的公司，每天废寝忘食地开发梦想岛。我爸见我实在是指望不上，就只好把我姐抓去公司分担工作了。现在我被裁，全家都高兴坏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咬了一口排骨，闷声说道，我想出去散散心，等年后再去博飞上班。一言为定，我现在就订票。江兰迅速拿出手机，打开订票软件，姐带你出去玩，回来以后你好好当继承人。江兰带我来了马尔代夫，每天做 SPA， 和海豚一起游泳，再到各种主题餐厅里炫饭。社畜当久了，回归少爷生活还有点不习惯，依旧时不时会拿起手机看看工作群消息，
点开以后才会想起自己已经被踢出来了。今天是除夕，梦想岛会上线新功能，也不知道会不会顺利。江兰见我第 N 次打开梦想岛界面，一把抢走了我的手机。出来玩就好好玩，别想些有的没的。我拍了拍脸，他说的对，现在梦想岛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直到晚上回房间，江兰才把手机还给我。一开机，无数条消息涌了进来。江神，坏了！新功能上线以后，后台崩了，用户自己训练的 AI 模型数据错乱了。有用户投诉自己的 AI 奶奶不停地在跳科目3，怎么都退出不了。还有人的 AI 前男友一直蹲在地上学狗叫，好像是跟别人的 AI 小狗数据交换了。怎么办啊？我们现在热搜排位比春晚都高，张胖子急疯了，正逼周琦解决呢。周琦也快疯了，到底还是出事了。肯定是因为同事们不了解我的代码架构，导致新功能和原始代码有冲突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现在是马尔代夫的晚上11点，国内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消息还在不停地弹，热搜前10几乎全是梦想岛的词条，评论里用户们群情激愤。大过年的，我就想跟我爱豆一起过春节。结果一打开手机，他一直拿着教鞭质问我写没写完作业，好心情全没了。乌鱼子，救命啊！我把班主任训练成了 AI， 想督促自己学习，可他突然就穿着兔女郎服饰让我抽他鞭子，我根本不敢想象开学后怎么面对他。我辛苦训练出来的狗狗开始说霸总台词了。天天叫我女人。梦想岛，你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眼前一黑，赶紧打电话给周琦，排查新功能接口，实在查不出来的话，立刻把新功能暂时下线。那边周琦都快哭了，都查了，后台有不少用户已经使用了新功能，数据结构变了，我下线不了新功能。他语气恳切，江哥，能不能麻烦你去后台看一看？我现在就把 VPN 给你。我无奈道，真不是我不想帮忙，我现在没在国内，访问不了数据，不然你们先把 App 停服维护，我现在买机票回去。梦想岛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，但它依然像是我的孩子一样，我不希望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毁掉。不行！那边传来张超的怒吼，多大点事就要停服维护？没有江红怎么还运转不了了？我揉了揉眉心，当初决定跟他一起干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他这么蠢？我压着怒气，用户训练的模型不仅有性格和形象，还有对话数据，现在错乱以后，万一被心怀不轨的人套话，损失你甚至没法预估。张超憋了半天，吐出了4个字：那也不行。我气得直接挂掉了电话。他现在已经飘得不像样子了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。不一会儿，周琦和其他同事们的消息开始络绎不绝。江神，别跟张胖子一般见识，求你快回来救救梦想岛吧。梦想岛里有很多人的念想，我们都不想因为一个张胖子让这么多人难过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最终还是打开了购票软件。你要是对咱家公司这么上心，咱爸早就退休了。江兰大半夜被我拉着赶到机场，白眼都快翻上天了。我陪笑着，又是捏肩又是捶背，好一顿哄。飞机落地，我第一时间赶到了公司。江婶，你终于来了。公司的同事们已经熬了超过24个小时，一个个蓬头垢面，活像是被女鬼吸干了精气。周琦憔悴得像老了10岁，一看见我就开始热泪奔腾。停服了吗？没有。他哭丧着脸看了一眼张超，
没敢再说别的。张超不知道在跟谁打电话，一边薅着自己头发，一边陪着笑脸。人是小王凑到我身边小声说：“张胖子死活不同意停服，估计是觉得你一走，梦想岛就到了不得不停服的程度，面子上挂不住吧。”但是从凌晨就开始有投诉电话打进来了，说自己信息泄露，有的人被盗号，有的人被诈骗，还有的人银行卡里的钱都被盗刷了。这下子我们裤衩子都得赔光了。我大声吩咐周琦：“快，以最快的速度停止用户访问，起码能减少修复 bug 这几个小时的损失。”周琦得令后，痛快地答应一声，火速开干。张超回头看了一眼，脸上一阵难堪，躲到了会议室里。我赶紧坐下，开始排查后台代码，折腾到半夜，终于把新功能下线，修复了 bug， 让公关部发声明吧，该道歉道歉，该赔偿赔偿，应该不会赔太多钱吧。张超站在我身后，肩膀无力地耷拉着，语气明显不再是之前的颐指气使。我扭头瞥了他一眼，冷淡地说：“不会太多，公司账上的款加上你刚买的大别墅和豪车，应该够赔了。”张超被我的阴阳怪气气得脸色涨红，但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虽然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，但梦想岛口碑一落千丈。原本张超还计划着上市，这下彻底泡汤了。跟周琦说的差不多，张超因为这件事确实赔得裤衩子都快没了。发生了这么严重的 bug， 很多用户已经不再相信梦想岛的信息安全了。App 恢复以后，很多人立刻注销了数据，卸载弃坑了。张超把怒火全都对准了周琦和其他项目组的同事，认为都是他们不顶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。张胖子把我们全开除了，说要重新招一批人去维护梦想岛。周琦被裁后，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不跟他一起共事，我能多活好几年。就是可惜了梦想岛这么好的项目，唯一没有被裁员波及的就是人事小王，但他对张超的怨念一点也不比别人少，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来接这烂摊子。大牛们知道接不下来，聊完直接闪人，敢接的都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。小王的精神状态快要和之前的周琦差不多了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。可张胖子觉得是我能力不够，招不到合适的人才，他根本不反思自己的问题。要不是因为家里还有孩子和房贷，我真不想干了。发现没人能接以后，张超找到了我：“阿红啊，虽然我是老板，但你也是项目里重要的一员。”他不安地搓搓手：“那个，我看你也没有找工作，不然我给你升成项目总监，薪资涨3倍，你回来咱们一起共事。”我放下手里的勾兑果汁，张总真是喜欢开玩笑。我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谈不上重要，而且我环视了一圈这个老旧的水吧，现在张总连求人都只能选在这种低消费场所了。我可不信你会给我3倍工资。张超脸上明显带了怒气，但还是咧着嘴角陪笑：“当然能，我就算把家里的代步车卖了，也一定能给得起你的工资。只要你回来，项目组所有成员我都重新招回来，这样大家都不会失业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，他倒是变聪明了，还学会道德绑架了。我站起身，穿上了外套，想法才是核心。程序员千万，你随便找一个都能代替我，没必要到我这里来自讨没趣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张超见我不为所动，开始气急败坏，指着我大声咒骂：“当初是我提拔了你，你这个白眼狼！等我东山再起，我要在行业内封杀你！”我没理会他的狗叫，
东山再起，做梦吧。出门没多久，我就被他拉到了一个群里，群里是所有曾经的同事们。人齐了以后，张超发了一条消息，我本来想把大家召集回来，我们继续做梦想岛，但曾经的伙伴江红已经看不上我们的项目了。现在人家不得了了，一身名牌，还带着一块假的百达翡丽，估计是琢磨着混进上流社会呢。咱也不能耽误人家的前途，梦想岛现在彻底没救了，大家也别怪我，我已经想了补救办法，奈何有些人不愿意施以援手，我也没招了。我哭笑不得，张超几句话就把锅扣到了我脑袋上。公司已经岌岌可危，竟然还能注意到我的穿着，他要是工作有这劲头，梦想岛根本不至于无药可救。群里没人接茬，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默默退群了。江兰虽然嘴上说着我回来以后他就去娱乐圈追梦，但心里还是心疼我，把我安排进了技术部。你要是真那么喜欢梦想岛，自己再做一个就是。他指着电脑上的技术部员公花名册，这些人你随便选，都可以调来跟你干。我摇了摇头，算了，那毕竟是张超的想法，复刻一个出来就变味了，我还是先干公司的项目吧。江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你呀，就是道德感太强了，这要是自己做生意，能让人活活坑死。我笑了，所以公司还是得你继承，落我手里早晚得完，我给你打工就行了。他瞪了我一眼，扭头踩着小高跟走了。梦想岛没有人维护，很快就不得不停服了。我看着官网的声明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要不是张超非得作妖，梦想岛明明还有很多功能可以上线，也可以给更多的人提供精神支撑。这么好的一个项目，就因为他的自大，白白葬送了。梦想岛一倒台，很快就有其他公司开始复刻，但 AI 训练需要巨大的数据支撑，一般公司根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收集这么多数据。我当时把博飞的数据库借调了过来，这才能在短短2年内使梦想岛的模型那么精准。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张超。当年我很欣赏他的直率和天马行空。博飞的数据库如果是其他公司来借用，至少要付几千万的费用，而这么大的一个人情，必然会导致我们的关系不对等，有些东西也会变质了。我处处为他着想，没想到竟换来了这样的结局。10分钟后去楼下咖啡店等我，有事儿跟你说。江兰突然给我打电话，我懵了，有什么事去你办公室说不就行了，去咖啡店干嘛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神神秘秘地说，让你去就去，不许迟到。一推开咖啡店的门，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张超。他穿着一身西装，头发用发胶抓过，虽然眼下是一片憔悴的青黑，但状态看上去倒是不错。我想去另一边坐，却在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了服务生的餐盘。抱歉抱歉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张超望了过来，哎呦，这不是老朋友吗？他笑着跟服务生说，这杯水算我账上，他是我曾经的员工，我替他赔了。我和江兰经常来这家咖啡厅，服务生早就知道我和博飞的关系。他略显诧异地看了看我，我向他使了个眼色，他面色复杂地看了一眼张超，低头走了。这家咖啡厅的消费可相当高，怎么，我们的老朋友还真混进上流社会了？张超往椅子里一靠，2条胳膊漫不经心地搭在扶手上，又是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双手环胸，抱歉，我本来就在上流社会里，你原本也有机会的，可惜被你亲手搞砸了。他眉心微不可察地跳了一下，眼神一瞬间射出怨恨的光。
但很快就转变成了得意。孟祥岛马上就能起死回生了。我今天就是来跟大佬谈合作的。大佬对孟祥岛十分感兴趣。张超扬了扬眉，翘起二郎腿。只要谈成了，孟祥岛不仅可以恢复往日的风光，还能借着大佬的资源做得更大。这可是你一辈子都没机会接触到的牛逼人物。说着，他目光上下打量了我2圈。当初谁说孟祥岛没有你不行？我靠自己找到了顶级资源，一样可以做强做大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没病吧？本来给我开点工资，就能让孟祥岛越做越好，你倒好，非得做。裤衩子赔没了，开始找资源了，兜兜转转一圈，再回到原点。我疑惑地歪了歪头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张超敛起面上的笑意，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：公司是我的，可那帮员工个个把你当大哥，哪有人把我这个老板放在眼里？我让周琦给孟祥岛加个功能，他竟然还要问问你的意见才肯做。我才是老板，为什么我说了不算？我跟小王说要裁了你，他说你是团队的主心骨，公司不能没有你。他瞪着我，额头青筋暴突。我的公司只有老板是不可替代的，他们的主心骨只能是我。我看着暴怒的他，突然感觉一阵悲哀。他裁掉我是因为忌惮我，但忌惮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老板。想要当员工主心骨，首先你得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吧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。你不懂代码，却非要外行指导内行。周琦问我，是因为功能之间可能会互斥，需要我协助判断是否可以跑得通，有什么问题？他被我对得哑了声。我继续说道，孟祥岛火了以后，用户猛然增多，突然出现了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 bug。 大家熬夜修复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张超愣了，皱着眉回忆了半天。我开口提醒他，你在哄你新交的女朋友。那天你扔下项目组，飞到隔壁城市玩追妻游戏，是我带着大家熬了一个通宵，才解决了全部 bug。 经过我的提醒，他终于想了起来。他哼哧了半天，心虚反驳道，我又不会写代码，我在公司也没有用啊。我继续提醒他，对，你在公司没用，可第二天大家起不来床，你竟然在考勤上给大家算迟到。他眼神躲避着我的目光，还是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错。公司要有规章制度，我是根据制度走的，有什么错？制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公司制度还说加班要给加班费呢，你怎么不给？张超涨红了脸，还想继续狡辩。我打断他，还有上次小王家里孩子发烧，老公出差不在家，想请个假照顾孩子，结果你说人家工作不饱和，非要让人家周末来公司把那半天假加班补回来。再一次提起这件事，我还是很生气。好，就算那次是我不对，可你又做了什么？我找了好几个同事一起，在那个周末去帮忙照顾了小王的孩子，还带着快要崩溃了的他吃了顿饭。张超满脸震惊，什么？我面露嘲讽，没有人会无理由地认可一个人，大家认可我，是因为我尊重大家，讨厌你，是因为在你这里受了太多委屈，你不好好反思自己，偏要脑补是我有什么问题。我告诉你，孟祥岛有今天，都是你自己做的。他气急败坏地打断我，你胡说！没等我再次开口，一个穿着小高跟戴着墨镜的高挑美女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是江兰。我震惊地扭头看了她一眼，很快就明白了张超嘴里所谓的大佬，原来就是我姐。
江兰优雅地摘掉墨镜，抚了一把微卷的长发，轻启红唇：“您就是梦想岛的张总吧？”张超眼睛都看呆了，反应过来后赶紧整了整衣领，正襟危坐：“对对，您好，江总。”他拘谨地站起来，微微欠身，朝江兰伸出双手。江兰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抬手跟服务生要了一杯咖啡。张超尴尬地坐了下来，小声说：“我客人来了，你赶紧走。”“不用，他待着就行。”江兰偏头看了我一眼，眼底藏着笑意，这眼神我熟悉。小时候每次捉弄我之前，他都是这样的表情。我把头扭到一旁，憋住了笑。他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项目我了解的差不多了，贵公司的开发工程师还是很厉害的，短短2年就能做出这么优秀的答。”张超抬眼瞥了瞥我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是的，但梦想岛的想法是我提出的。”江兰漫不经心地打断了他：“好想法多的是，能落地才是真的厉害。”张超抿了抿唇，干笑2声，点头附和。江兰新做的美甲一下下敲在桌面上：“是否要投资救活梦想岛，还得看我弟弟的想法，他才是梦想岛的头号粉丝。”张超赶紧抱起手里的笔记本电脑：“好的，我随时都可以给江公子讲解我们的项目，我有信心，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。”江兰慢悠悠地端起咖啡杯，冲着我扬了扬下巴：“诺，这不是在你面前呢吗？”“啊！”张超一脸懵，他看了看江兰，又看了看我，眼神在我俩脸上流转几圈以后，他忽然瞪大了眼睛：“江兰，江红，你也姓江？”他惊诧地指着我，表情逐渐僵硬，连脸上的肌肉都在隐隐跳动。我叹了口气，语气无奈：“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只是因为我想平等地跟你做工作伙伴。梦想岛的首批训练数据也是我从博飞借调过来的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我姐说的没错，多好的想法，能落地才行。你一直说梦想岛谁来做都可以，你还真错了。光是这首批数据就够你奋斗好几年的了。我对于梦想岛的价值比你想象的大多了。”张超满脸不敢置信，像是还没有缓过来。半晌后，他像斗败的公鸡一样，不自觉地蜷起了肩膀，脊梁也越来越弯。他嘴里喃喃道：“完了，我的梦想岛，这次真的完了。”我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模样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想起当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明明也才过去了2年多而已，他那时眼神明亮，神采湛然，谈起梦想岛，满脸都是憧憬和期待，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很久。后来他发达了，成功了，也飘了，过程中不止我一个人在熬心血，他也付出了很多。但老爸说不能太崇拜努力的力量，不然一旦成功，就会归结为是自己的努力，忽略身边人的付出和运气加成，变得傲慢自大。张超就是没有认清这一点，才会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开口道：“你有卖梦想岛的想法吗？”“啊！”张超猛地抬起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梦想岛的负面新闻太大，同行们宁愿自己重新开发一个类似的也没人愿意收购。我想收购过来，价格不会很高，但足够你维持公司不破产，继续研发新产品。张超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：“我愿意卖，谢谢江先生，谢谢江小姐。”他声音带着微微颤抖，一直保持着鞠躬的姿势没有动。我看到他掉下了几滴眼泪：“姐，谢谢你。”回公司以后，我跟到了江兰办公室，他瞥了我一眼：“看你这阵子魂不守舍的，梦想岛的事情不解决，不知道你还要消沉多久。”他再次把技术部花名册扔给了我：“
梦想岛项目收购过来以后，你还是需要帮手，自己选吧。我摇了摇头，不用了。我想把之前的项目伙伴招过来，大家一起共事了这么久，已经很默契了。江兰默默收回花名册，行，你开心就好，我去。没想到江神竟然是超级富二代。我给大家打电话说要重启梦想岛项目，顺便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告诉了大家。同事们都很给力，全员接受了我的橄榄枝。入职第一天，我带着所有人一起吃了顿饭。我一直关注着梦想岛的超话动态，还是有很多人把训练出来的 AI 当成精神寄托，舍不得就这么失去他们。所以我思来想去，即使现在梦想岛口碑稀碎，但我还是想要再试试，也给铁粉们一个再见到心爱 AI 的机会。周琦几杯酒下肚，舌头都捋不直了，还是兴奋地摇着胳膊，跟着江神。梦想岛一定会比以前更好。没错，小王也大着舌头跟着附和。原班团队出马，梦想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运营。我们在使用方法最显眼的位置增加了提醒，让大家务必不要泄露自己的财产及证件信息，同时也向公众保证，一定不会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。梦想岛重新上线不到1个月，用户量就恢复了90%。本来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呀爸爸了，再见到他真的很开心，太好了，我的专属呀吴彦祖回来了。我宣布，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梦想岛，只要他别再数据错乱。梦想岛被收购后的第一个新功能是梦想人生。AI 不只能让用户见到自己想见的人或宠物，也可以代替你去实现你的梦想。现实里的各种阻碍，在虚拟世界里都不存在。你可以打造一个跟你一样性格的 AI， 去过你梦想里的人生。而这一模块的推广，我邀请江兰来当我的代言人。姐，你帮我实现了梦想，我作为一个知恩图报的弟弟，当然也要回报你。我笑眯眯地给江兰加了一只大虾。梦想人生的主题曲也交给你了，你不是想当一个18线小歌手吗？我这就实现你的梦想。真的吗？江兰兴奋地差点把筷子甩出去。噗，爸妈嘴里的汤同时喷了出来，两个人表情精彩，直到带着江兰去了录音棚，我才知道爸妈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。我这个梦想当歌手的姐姐江兰，五音不全，1个礼拜过去了，终于录好了整首歌。我扶额，姐，我觉得你还是更适合管理公司，出去当歌手的话，可能会饿死。说什么呢？江兰嗔怪着瞪了我一眼，懂不懂得欣赏啊你？我这美妙的歌喉比 demo 唱得好听多了。他推了推录音师，企图得到认可。老师，你说是不是？录音师支吾了半天，僵硬地点了点头。怪不得有人说唱歌跑调的人是从耳朵就开始跑调，我信了。新模块推出以后非常受欢迎，虽然类似的模拟人生 App 有很多，但训练模型与自己如此相似的，市面上只有梦想岛独一份。没几天，用户量几乎翻了倍。我爸被我妈磨得受不了，2个人到底环游世界去了。江兰暂替 CEO， 这几年他跟着老爸没少学干货，也早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听说张超又做了新项目，这次他收敛了脾气，开始学着为员工考虑，倒也收获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员工。哎，阿红，你们梦想岛什么时候更新主题曲？让我来背。江兰唱歌瘾又犯了，我无奈地掏了掏耳朵。姐，我要为用户们的耳朵负责的。江兰扑过来要揍我，我笑着挨了她2拳。生活真美好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